嗨，大家好。现在骑行必须见缝插针啊。早上我瞄了一下，一天都是下雨的天气，但是呢，早上好像有那么1个半2个小时左右啊，雨停了这个时间啊，赶紧出来健下身，顺便的去一下本奈比图书馆。那天呢，我已经到本奈比图书馆隔了好久啊，去转了一下，也给大家简单拍了几个镜头啊，分享了一下现在本奈比图书馆的一个状况啊。本奈比图书馆呢，就像这个城市一样比较低调，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的城市，没有温哥华给人家一种大城市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呢，作为它的一些人文方面的资源啊，应该都是大家旗鼓相当啊。比方说社区中心，基本上啊，不管你在加拿大或者说在大温哥华地区啊，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街道啊，我们中国人讲的是街道，而他们讲的是社区。那么在这样的一些社区里面呢，都会有自己的社区中心、图书馆。但是呢，作为市里面啊，它肯定也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图书馆。那如果说在温哥华downtown呢，就有一看就是非常壮观的建筑物，巨大的图书馆。而本奈比图书馆呢，相对来讲就跟这个城市有点像，比较低调，看上去呢没有那么巨大，但是呢它也现在也有很多的图书馆呢散落在各个社区，相信呢都是跟它有一些从属的关系啊，就他们那些书呢其实都是可以相互流动的啊。今天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就是趁着想去图书馆看一看啊，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中文书籍。因为以前呢，曾经在这边呢看到很多在大陆看不到的港澳台出版的一些书籍，当然很多都是繁体中文啊。但繁体中文呢，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应该都不陌生。而且看起来也很亲切，在某种意义上讲呢，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或者文法还是在这些用繁体中文书写的书籍里面被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啊。
我自从来到了温哥华进行骑行，其实对温哥华天气呢有了更多的一些新认识，尤其对于这个冬天啊，这种几乎每天都预报下雨，但是时不时呢也会放晴一两天，或者每天呢这个下雨的间隔也会有那么几小时不下雨的时候啊。这种让人一开始感觉有点不舒服的天气，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适应它，懂得根据这些天气来调整出行，像我这样的找到一些骑行的时段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稍微做久一点呢，你会发现这种下雨天也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呢，就是每当下雨的天气，一般气温都不会很冷。就像今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虽然今天一天呢基本上都是下雨的状态但是气温居然达到了9度你要知道这是在冬天也就是说呢，即便你骑行在室外就在马路上骑行，你根本都不需要戴手套，因为呢真的不冷。这个呢是这种多雨的天气带给大家的一些好处另外一个呢，即便是湿漉漉的天气，但是呢并不感到潮湿，绝不会有那种发霉的感觉这个呢我就感觉是因为这个天气它不断在转换冷热之间的转换。就在这种冷热空气的对冲之下整个的气候呢就是湿中偏干，没有中国那种梅雨季节到处都是那种美味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这边气变温度并不很低，但是家家户户呢都开着暖气，而且这个暖气呢是根据一天的温度控制进行一种恒温的调节所以没有像中国北方那种你开着暖气呢就会异常的干燥，家里都要用那种加湿器这边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需要。还有一点呢，就是这边洗衣服基本上都是带有烘干设备的，所以你无需担心下雨的时候呢会晒不干你的衣服
因为这边的冬天啊，日照时间真的非常的短啊，再加上天天下雨，基本上你不能期待有一个可以晒干被子的好天气。所以呢，对于温哥华的天气，尤其是冬天的多雨的这个季节，你只要在这边稍微的住长一点，就并不感到都是不好的那一面啊，还是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好的地方。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你要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日常啊，就是白天的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个季节里面，怎么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段出行？也就是说，你只有适应这个自然啊，你才会获得这个自然对你的更多的回馈。这个大概就是我在这边啊2个来月的一些对于当地气候的一些心得、一些感悟。现在呢，我又骑到了 Imperial 这条路上啊，就这条路呢，没有一个骑行道了啊，所以我在前面呢，就要借助一段人行道来骑行了。我昨天在骑行的结尾的时候啊，就跟大家分享了，我就是把这个骑行当作我一个日常的健身，也是呢，让自己有更多机会啊，跟自然多亲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生活日记，用视频的方式呢进行一番记录。非常感谢啊，有一些这样的平台，比方说 YouTube 平台。这个是我现在几乎唯一利用的一个投放我视频的平台，完全呢是无为而治啊，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呢把自己这种用视频表现的日记呢拿出来跟我的同龄人或者呢比我年轻的朋友啊
因为终有一天呢，大家都会退休，每个年龄段呢都有每个年龄段的一种需要吧，也给大家一些参考，或者呢让大家吸取一些教训，如此而已。但久而久之呢，也积成了很多从编辑手段上面不太高明，内容选择呢也是流水账一样的这种视频内容已经大概积累了有1000来个了有时候呢就是给一些亲朋老友大家在有时间的时候呢来观看一下了解一下我的行踪，每天都做些啥，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社交方式吧。也非常感谢呢，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时常会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问候，也会分享一下他们目前的一些情况每当这样的时候呢，内心都会感到一丝丝的温暖。我觉得无欲则刚你不把这种当回事，那它呢反而呢让你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当中时不时会有一些小小惊喜。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够维持多久，以后是不是还会继续进行下去那有时候人真的很难说，除了自己是不能保持一种生活的热情之外自己的身体状况、经济条件，更重要的呢，是不是还有上传到像YouTube这种网站的自由这个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而这些东西呢，有些自己可以掌控，也有一些呢自己是没法完全把握的，所以听天由命就好但是但凡还可以，那还是会继续呢上传一些我的视频分享给大家。转眼之间呢，我已经来到了 Metrotown 的附近了前方我已经看到 SkyTrain 的轨道了，从这边骑过去呢，相信很快就可以到伯纳比的图书馆了。那我就把这一段呢作为我今天骑行的前半段然后呢，我会到图书馆里面去了解一些我想找的书籍等等，但是呢就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了，因为上次我到图书馆里面呢也拍过一些室内的环境，今天呢就不做重点介绍图书馆本身了
过了这个 Sky Train 呢，马路对面就是图书馆了。那在这边呢，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